神秘星际访客3I 阿特拉斯会永远赖在太阳系不走了吗？根据轨道数据预测，10月29日，3I 阿特拉斯会直接躲到太阳后面。此前，美国天文物理学家阿维勒布提出了一个大胆猜想，他说不定会留在我们太阳系，再也不离开。学界主流观点，它只是一颗彗星，可观测数据却怎么也对不上。一个直径20公里的汇合，质量高达330亿吨。运动时却几乎没有加速度。要是勒布的猜想成真，那我们对星际天体的认知可能要彻底改写。其实，天文学家最初发现它时，根本没料到会是这样。第一次在3张星图上计算数据时，它看起来就像颗普通彗星，带着发光的挥发，靠近太阳时会喷出气体。可短短几天，普通的假象就被打破了。数据不仅反常，甚至让人震惊。先看它的尺寸，最初估算直径接近20公里。要知道，人类发现的第一颗星际访客奥陌陌宽度还不到250米，第二颗鲍里索夫也只有约1公里长，而3I 阿特拉斯至少比鲍里索夫大20倍，质量更是高出数百倍。早期通过亮度模型和反射率计算，这颗汇合的重量超过330亿吨，单是这个数字就超出了天文学界的预期。在勘测科学里，大型天体本就该很罕见，小尺寸的星际流浪者数量，按理说该是大尺寸的数千倍，这是所有天体人口模型都公认的规律。可短短几年里，人类发现的3颗星际天体却从微小暗淡一下子跳到了统计上几乎不可能出现的超大尺寸，就像宇宙直接把重量级选手推到了我们面前。但真正矛盾的不是它的大小，而是它的行为。一般以二氧化碳为主要成分的彗星会以每秒100到150公斤的速度剧烈喷气，这种喷气会产生火箭效应，气体喷向太空时就像推进器一样推着彗星偏离轨道。每颗已知的彗星都会这样，有时甚至会让轨道预测变得复杂。可3I 阿特拉斯却完全不一样，它的运动轨迹几乎完美，完全跟着引力设定的路线走，没有一点额外加速度。小行星中心的数据库里记录了它数千个位置测量数据，每一个都证实了同一件事：本该出现的加速度消失了。对任何一颗普通彗星来说，以它的喷气速率，早该在天文测量里留下轨迹，可能是缓慢的漂移，也可能是微妙的曲线。但3I 阿特拉斯的加速度上限极低，只有一种可能能解释这种安静：它要么是密度极高的巨大天体，要么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正是这种安静引起了阿维洛布的注意，他团队做的蒙特卡罗模拟，把各种可能性都试了一遍。要是汇合更小会怎样？密度更低又会怎样？可每次模拟结果都失败了。除非3I 阿特拉斯的质量异常巨大，或者它的喷流能以完美平衡的方式相互抵消，否则喷气一定会让它偏离轨道。但这种完美对称的巧合概率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也难怪怀疑论者会小声嘀咕：3I 阿特拉斯难道不只是冰和尘埃做的？光谱分析不仅没解开谜团，反而让它更神秘。3I 阿特拉斯喷出的不是水蒸气，而是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和水的比例接近8:1，这完全是外星化学的配置。要积累这么多二氧化碳，它一定形成于极端寒冷的环境，说不定是围绕一颗永远处于冰冻状态的遥远恒星运行。可即便这样，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这么一个天体，怎么会沿着太阳系黄道面走出一条如此精准的路径？把这些异常放在一起看，就更让人费解了。尺寸大到早期根本没发现，喷气量大却没有加速度，轨道紧贴行星平面而非随机穿越。化学组成和太阳系内的彗星完全不同。单独看每个异常或许还能找理由忽略，可正如勒布所说，当足够多的异常凑在一起，它只是颗普通彗星的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小了。如果说尺寸和化学组成已经够让人惊讶，那它的轨迹更像是敲响了警钟，因为按轨道力学定律，它根本不该是这个样子。大多数星际访客的剧本都很简单，沿着陡峭的双曲线路径飞来，以奇怪的角度穿过太阳系，然后永远消失。2017年的奥陌陌是这样，它是个细长的神秘天体，消失前还稍微有过一点加速度。2019年的鲍里索夫也一样，虽然是颗更传统的彗星，但显然也是单程路过。
3I 阿特拉斯却打破了这个剧本。它的轨迹图显示，它沿着黄道面，也就是地球、火星、金星等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薄圆盘漂移，倾斜度只有约5度。对随机到来的星际天体来说，这个角度低得离谱。统计学上，大多数外来者应该以30度、60度甚至90度的角度穿过太阳系，可它却几乎完美地沿着太阳系几十亿年来的常规轨道面滑行。对行星动力学家来说，这种排列是统计异常；对阿维勒布来说，这看起来太精准了，不像是巧合。更巧的是，它与行星的相遇。10月3日，3I 阿特拉斯飞到了距离火星2900万公里的范围内。从行星际尺度看，这已经是近在咫尺。仅仅几周后，它的轨道又让它靠近金星和木星的引力范围。这一连串的相遇，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更像提前安排好的。要知道，一个直径20公里的星际天体刚好穿过这个行星走廊，还保持着这样的速度，概率低到微乎其微。单颗行星的近距离相遇概率已经很低，连续3次相遇，概率更是降到了1/1000以下。可我们现在就看着这个外来者在太阳系里漂移，仿佛他有一份早已定好的飞行计划。这事儿为什么重要？因为每次行星飞越都可能产生引力辅助，也就是借助行星引力获得微小的推力，改变自身速度和方向。航天机构发射航天器时，经常用这种方法探索太阳系。可当一个像3I 阿特拉斯这样的自然天体也做出类似动作时，我们就不得不问，这真的是巧合吗？还是背后有其他原因？10月29日会是关键，那天我们会迎来它的近日点。3I 阿特拉斯会俯冲到太阳背面，此时它的速度会达到峰值，接近每秒44公里。这个星际子弹距离太阳这个熔炉也只有 1.36 个天文单位，这是它的不归路。如果它真的是颗普通彗星，就会绕太阳转一圈后，继续沿着向外的双曲线路径离开。可要是它能进行哪怕一次轻微的机动，也就是速度变化量约为每秒8公里，它的轨迹就会从逃逸变成被捕获，永远留在我们的太阳系里。可残酷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一刻的发生，因为在合相、地球、太阳、彗星连成一条直线时，太阳的光芒会让地球上所有望远镜都失明，就连哈勃、詹姆斯·韦伯这样的太空望远镜也得进入安全模式，不敢冒险对准太阳附近区域。从10月下旬到12月初，整整近6周时间里，我们完全看不到3I 阿特拉斯的踪影。偏偏在这个决定性时刻，不管是自然变化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轨迹改变，我们却没法观测，这让天文学家们焦虑不已。3I 阿特拉斯会像其他彗星一样，喷着气体燃烧一阵后消失回星际空间吗？还是会以新的轨道从太阳另一侧出现，像太阳系的卫星一样绕太阳旋转？科学界大多持谨慎态度。美国宇航局的官方说法是，彗星本身就不可预测。虽然3I 阿特拉斯很反常，但它仍然属于自然界产生的混乱天体，喷气量大可以有差异，化学组成能带来惊喜，轨道也可能偶然对齐。对很多天文学家来说，这个解释已经足够。可阿维勒布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异常太多，也太精准了，汇合质量太大，轨迹太对齐，行星飞跃安排得太完美，喷气却没有推力。单独看每个异常可能只是罕见，但它们凑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需要重视的模式。现在3I 阿特拉斯消失在太阳光芒里，争论也悬在了半空。我们即将见证第一颗被太阳捕获的星际天体吗？还是我们在不可能的数据背后想太多了？答案只有等12月它从太阳背面再次出现时才能揭晓。可到那时，或许故事已经无法改变。如果说3I 阿特拉斯的轨道让人怀疑，那它的化学组成直接把争论推向了未知领域。9月初的光谱数据让天文学家们大吃一惊，几乎所有已知彗星的主要挥发物都是水蒸气，可3I 阿特拉斯喷出的却是二氧化碳，速率几乎是水蒸气的8倍。对太阳系内的彗星来说，水是主要燃料，二氧化碳通常只是次要成分，占比很小。但3I 阿特拉斯完全颠倒了这个比例，这个比例暗示着它的起源，它一定形成于极端寒冷的环境，冷到连水都保持冻结状态，地壳的主要成分反而成了二氧化碳。说不定它来自某个遥远的恒星系统，
轨道远远超出母恒星，那里的温度能降到冰点以下好几百度。如果这是真的，3I 阿特拉斯可能携带着外星世界的化学指纹，或许是某个冰行星分裂后散落到星际空间的碎片。可奇怪的事还没结束。9月下旬，望远镜记录到它的彗发里突然出现一道绿光，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天文学家都观测到了这种绿光激增，最后追溯到是碳2、氰化物等分子在太阳紫外线辐射下发出的荧光。通常来说，这种翠绿色调会在近日点附近，也就是阳光最强的时候达到峰值。可3I 阿特拉斯的绿光比模型预测的来得更早、更亮也更快。这个时间点让科学家们困惑，为什么这颗彗星会提前几周就出现这种光谱特征爆发？有人认为是它的地壳破裂，露出了下面新鲜的冰层，也有人觉得是分层化学反应导致的，挥发性气体像地质层一样爆发性的堆积后喷出。但对阿维勒布这样的怀疑论者来说，这个时间点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我们看到的不是随机喷发，而是一系列受控事件。除此之外，还有光学不对称的问题。南双子座望远镜和甚大望远镜的早期图像显示，在形成普通彗尾之前，3I 阿特拉斯朝向太阳的一侧有一团集中的光芒，这团光芒太尖锐也太亮了。分析师们修正了图像涂抹、几何误差和仪器误差后，这个异常仍然存在的某些排放物和自然彗星的模板完全对不上。这些证据一层层堆积下来，汇合太大，喷气却没加速度，轨道太贴近行星平面，化学反应看起来像精心设计而非偶然。主流天文学界的解释还是比较保守，彗星本就混乱，难以预测，充满惊喜。可对勒布来说，这些异常凑在一起，却描绘出了另一幅画面。3I 阿特拉斯没有按预期行动，它在系统性的拒绝像自然天体那样运行。这就留下了一个最让人不安的问题：如果这一切都不是巧合，那它深红色的彗发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对大多数天文学家来说，3I 阿特拉斯不只是个好奇心对象，更是一场统计噩梦。几乎所有模型、所有勘测预期、所有人口研究都因为这一个天体受到了质疑。我们从基础规律说起，天体人口学认为，在任何小行星或彗星带里，小天体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巨型天体。每出现一个20公里长的巨型流浪者，就该有数千个甚至数百万个只有几百米宽的微小碎片。如果我们的勘测手段有效，最先发现的应该是这些小天体，它们暗淡、移动快，几乎很难留下清晰痕迹。前2次星际发现都符合这个规律。奥莫莫很小，长度不到1/4公里，鲍里索夫约1公里长，虽然暗淡，但行为符合普通彗星特征。两者都在预期范围内。早期星际探测本就该找到这些在可见性阈值边缘的天体。然后3I 阿特拉斯出现了，直径近20公里，重达330多亿吨，直接一跃成为巨型天体。没有循序渐进的发现，也没有先找到一大群更小的同类，它就这么突然出现，成了一个巨大耀眼的异常。从统计学角度看，在发现比它小的亲戚之前，先找到这么大的天体，概率不到1/1000。要知道，泛星巡天、阿特拉斯网络和维拉鲁宾天文台已经花了好几年时间扫描天空，记录了数百万次天体探测结果。它们的灵敏度现在非常高，连直径几十米的天体都能发现。按理说，我们现在该记录到数百个星际小天体了。可事实是，第一个重量级选手却出现在了他本不该出现的时间点。这也是分析师们立刻关注3I 阿特拉斯的原因。在私人备忘录和内部报告里，勘测科学家们警告，天体尺寸分布的核心规律幂律似乎被打破了。我们的发现管道没有按数学预测的方式运行，要么是宇宙中藏着大量看不见的暗淡星际天体，要么3I 阿特拉斯就是一个和我们已知一切都相悖的异常值。对阿维勒布来说，这个区别至关重要。如果3I 阿特拉斯确实是自然天体，那勘测科学就存在一个巨大盲点，这本身就很令人担忧。可如果它不是自然的，要是它的规模和完美时机都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那影响就更让人不安了。而轨迹让这个谜团变得更复杂。3I 阿特拉斯不是以随机角度穿过太阳系，
而是几乎完美的沿着黄道面，也就是地球、火星等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薄圆盘漂移，倾角只有5度，这对星际天体来说极其罕见。再加上之前提到的行星相遇，10月3日距离火星仅2900万公里，几周后靠近金星，之后又进入木星的引力范围。动力学家计算过这种序列的复合概率，结果低得惊人。单颗行星的近距离相遇概率已经很低，连续3次的话，概率降到1/1000以下。对航天器任务规划者来说，这种模式不像巧合，更像设计。毕竟，航天器经常用引力弹弓机动，借助行星引力改变速度和方向，还不用消耗燃料。当一个星际天体也出现类似遭遇时，我们很难排除这是精心策划的这种可能。最后一场关键演出会在10月29日的近日点上演，那天3I 阿特拉斯会转到太阳后面，此时它的速度接近每秒44公里，只需要一次轻微的推力，也就是约每秒8公里的速度变化，就足以被太阳捕获。到那时，它不会飞回星际空间，而是会和太阳绑定，永远绕着太阳旋转。可残酷的讽刺就在这里，这一刻会被完全隐藏。太阳的强光会让地球上所有望远镜失明，哈勃和詹姆斯韦伯望远镜会按安全协议进入黑暗模式，连日冕仪都很难探测到亮度低于8等的天体。如果3I 阿特拉斯真的进行了某种操作，不管是自然还是人为，那都会发生在无人能见的地方。主流天文学界的答案很简单，3I 阿特拉斯只是另一颗混乱的彗星，是统计上的偶然。之所以看起来奇怪，只是因为星际天体科学还太年轻。可对阿维勒布来说，异常的聚集、尺寸、化学性质、轨迹、时间点等异常特性根本没法忽视。当3I 阿特拉斯消失在太阳光里时，时钟就开始滴答作响。等它12月重新出现时，天文学家们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它还在沿着双曲线路径运行吗？还是在太阳背面发生了某些非同寻常的事？如果3I 阿特拉斯真的进入了束缚轨道，那这个重磅消息就成了现实。我们的太阳系可能刚刚迎来了第一个永久星际居民。到目前为止，关于3I 阿特拉斯的官方说法都在试图简化它的身份。它被标记为一颗彗星，是来自另一颗恒星周围冰冻区域的星际访客，喷发出的是二氧化碳而非水，笼罩在外星化学物质的雾霾里。这是个让人安心的故事，清晰的合乎逻辑，属于自然现象。可数据却拒绝配合。汇合宽度接近20公里，重量超过330亿吨，气体释放速率在每秒100到150公斤之间，但非重力加速度几乎为0。按常理，只要有气体喷出，就该显示出微弱的推力。可3I 阿特拉斯连这种火箭效应都没有。只有2种情况能让数学成立：要么它的质量大到难以置信，密度异常高；要么它的喷流能以某种平衡方式完全抵消推力。也难怪阿维勒布等人认为主流解释更像补丁，而非真正的答案。3I 阿特拉斯的行为不像彗星，更像其他东西。然后是时间点的巧合，2025年10月29日，3I 阿特拉斯会潜入太阳后面，迎来近日点，这是他旅程的决定性时刻。如果3I 阿特拉斯是自然天体，数据缺口虽然让人沮丧，但至少无害。12月我们还能重新追踪它的轨迹，确认轨道后继续研究。可如果它不是自然的，要是它真的进行了哪怕最小的机动，只需要每秒8公里的速度变化，我们可能已经见证了历史上第一次星际天体捕获，却错过了最关键的瞬间。这就是争论的核心悖论。一方面，美国宇航局和主流科学界认为，彗星本就混乱，难以预测，容易出现意外的化学反应、奇怪的轨迹和意想不到的排列。虽然有些尴尬，但这都符合自然界的混乱规则。3I 阿特拉斯只是非凡，但非不可能。另一方面，勒布堆积的异常越来越多，尺寸、质量、化学性质、推力不足、轨道对齐，行星飞跃像踏脚石一样排列。单独看每个怪癖都很罕见，可凑在一起却让人感觉是深思熟虑的模式。正如勒布所说，当足够多的异常出现时，负责任的做法是认真对待它不是自然天体的可能性。这也是此刻最让人不安的地方。不管3I 阿特拉斯是彗星，是天体遗迹，还是某种人造物，
它都在迫使我们面对比天文学更宏大的问题。我们看到的真的是宇宙的随机偶然吗？它到底是来自星星的冰冷岩石，还是披着彗星外衣的更古老的科技产物？也许最可怕的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代表着什么。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从未证实过任何星际访客的存在，可随后不到10年里，3颗星际天体接连抵达奥莫莫、鲍里索夫，现在是3I阿特拉斯，每一颗都比上一颗更奇怪。奥莫莫是没有推力的加速碎片，鲍里索夫是教科书式的彗星，却转瞬即逝。而3I阿特拉斯这个巨大的天体，同时打破了所有规则，不管这是巧合还是某种序列。如果勒布是对的，我们研究的可能不只是一颗彗星，而是在见证第一个留下来的星际物。它会永远绕着太阳旋转，成为一个永恒的提醒：宇宙之外不是空的，而是充满了未知与可能。12月初，故事还会继续。3I阿特拉斯会从太阳背面重新出现，到那时，每个天文台都会动用地面望远镜和轨道仪器，极其精确地测量它的轨道、自转和化学性质。如果它还在遵循自然规律，那自然解释就依然成立。可如果不是，哪怕它的路径只发生了轻微改变，争论就会进入新阶段，一个科学无法轻易忽视的阶段。时钟就这样滴答作响。10月29日，3I阿特拉斯会消失在太阳耀眼的阴影里。那里发生的事情可能决定这个故事只是天文异常，还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因为如果阿维勒布是对的，那让人震惊的不只是3I阿特拉斯的异常，它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永远留在太阳系里。所以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当3I阿特拉斯12月再次出现时，我们会发现什么？是一颗遵循物理规律的普通彗星，还是一个改写宇宙规则的特殊访客？请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观点，我们下期再见。